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在玛雅中如何绑定类似尾巴摆动的效果。这种绑定方式与头发的绑定有所不同，能够产生更平滑的动画效果，更有利于快速制作动画。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制作的具体步骤。首先，为了获得良好的效果，我们需要位于创建骨骼，而关节数量是至关重要的。因此，在手动创建骨骼时，务必尽量增加关节数量。当然，对于线性骨骼，如果想要简化操作，可以首先创建首尾骨骼。然后使用高级骨骼绑定插件中的关节重新采样功能，选择起始关节，点击拾取，选择末尾关节，再次点击拾取，然后输入关节数量，点击关节重新采样。这样我们能够轻松解决问题，并且创建出的关节相对均匀。接下来，在蒙皮下方点击进入 IK 样条控制器选项设置，保持默认值，需要设置控制点段数。通常情况下，长度一般的骨骼选择2段就足够了。首先点击根骨骼，然后点击尾部骨骼，完成 IK 样条控制器的创建。创建完成后，选择曲线，进入控制点模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控制点就是控制骨骼的关键。为了控制这个点，需要给它创建促变形器。其他几个也是一样的创建方法，使用 G 键重复操作。现在我们只需移动这个 C 字母，就能对关节进行控制。接下来我们要创建新的控制器，对这些促变形器进行2次控制。在此之前，确保为每个促变形器开启相对控制，以确保最终效果。我们为所有促变形器打上组并命名。然后开始创建控制器。
在摆放控制器时，尽量让它和促变形器的位置对应。现在选择控制器去约束对应的促变形器。使用点约束时，确保勾选相对点约束，否则我们的促变形器的点会被直接约束到控制器的中心点，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。我们点击添加，其他几个也是一样的，使用 G 键重复操作。至于根骨骼控制器，需要使用负对象约束，将其约束到我们的根骨骼上。这里我们给控制器加上颜色。现在后面的控制器不会跟随根控制器移动，因此需要选择所有的控制器组，将它们放到根控制器的下方。这样骨骼控制系统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选择模型，选中所有关节，执行蒙皮绑定。接着，我们测试一下绑定是否正确。
最后整理一下大纲中的内容就可以了。希望这些步骤能够帮助你成功实现鱼尾巴摆动的动画效果。